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0.01，收盘价是160.6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5，最低价是在159.61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197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3倍量缩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变小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墓碑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横盘中。墓碑线通常它也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说明当日股价在盘中一度出现了上涨，但是呢收盘价又被压回到开盘价附近。那虽然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收在高位呢，但是空方已经没有力量再使股价下跌。所以说这样的 K 线出现呢，如果是在相对低的位置呢，说明在盘中是有多方的力量进入的。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变盘信号 K 线和其他的变盘信号 K 线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它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一个标志。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墓碑线的最高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上。如果是日后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墓碑线的最低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那它仍然给出了后续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在162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58。实际在5月3日收盘价是在160.61，出现了平盘。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和实际的走势呢是基本一致的，但是本质不同。那实际的收盘价是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那所以呢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是很有可能出现下行的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对于5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52。那跌破152就是为了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跌破了152这样的趋势，这样的空头趋势被继续延续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138，是1月25日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下行的两个目标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0。170是4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它是一根
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4月20日之后啊，一直出现的都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在4月26日和4月27日啊，这是出现的变盘的 K 线组合。所以说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认为是要止跌，也就是说要站上第一根变盘信号 K 线的最高170。好，这是我们把它设立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的原因，就是首先要确认止跌。那170被站上之后，接下来依然是上方的192，站上192，也就是4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股价将会重新建立头高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。那对于目前股价的运行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实际上股价是一直在170和152之间进行横盘。那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横盘区域。那日后呢，或者我们说现在我们要等待股价向上或向下的突破。那么对于5月4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点是163，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163。163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那下限呢是160，也就是这个区域是5日均线值的区域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关注点放在163，就是我们看看股价如果出现上行，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当然我们也要关注是否股价在出现上行的时候，在163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遇到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重点关注163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在4月27日的收盘价160这个地方有5%的进场抢反弹，目标是165。如果至今没有获利出场，那么一定是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。那到了5月4日，如果还持有这样的仓位，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157。157就是我们守这根上涨突破 K 线的最低，4月28日这根 K 线最低。所以止损还是在157，没有变，和前一个交易日的止损位相同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5月4日开盘之后，如果股价是高开盘上行，我们认为在163到165这个区域会有空头进场或加仓，那他们的目标是152，对，也就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70附近。那如果在5月4日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那也应该马上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。那他们的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单呢，他们的目标是146，是下方这个缺口的下沿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166。好，这是我们对2个空头仓位的说明。
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从160到163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65到166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压力位是170到177，是缺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57，是4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152到146，是下方的这个缺口。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今天我们给出2个可能，一个是上涨，一个是下跌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分别给出2个点位。我们首先说上涨的2个点位。那第一个可能上涨，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1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6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这是上涨的第一个点位。那还有一个点位呢，收盘价会在168，那么它应该是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3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2，收盘会收在16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收盘价在168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上涨。第二个可能会是下跌。如果是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6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53，收盘会收在154附近。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跌。那下跌的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认为是一个小幅的下跌，那它的走势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61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56.5，收盘会收在15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56的。也就是如果出现下跌，如果最低价不突破156，那么我们认为它的收盘价会在158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